大家好，我是海岩。2011年4月1日，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发生了意外，一位中年女士被刺了数刀，倒在地上，表情痛苦。一位外国男子用手按住这位女士的伤口，并且大声地呼救。地上有很多的红色液体，然而刺伤她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她的亲生儿子。这位被刺的母亲姓顾顾女士到机场呢，就是为了接日本留学的儿子回家，但没想到被儿子连刺了9刀。顾女士的胃、肝脏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，可想而知当时儿子下手得有多狠。儿子刺伤母亲之后，头也不回的就离开了，根本就不管母亲的死活。母亲看着儿子离开的背影，心里是多么的绝望呀！一直等到急救人员来了那位救人的老外才悄然离开。经过紧急抢救，顾女士终于脱离了危险，但是身体呢还是非常的虚弱。事情传开之后呢，引起了很多网友们的关注，很多媒体也纷纷前来采访。面对媒体，身体还很虚弱的顾女士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帮自己的儿子开脱。她说儿子一直都很乖很听话，这次应该是自己说错了话刺激到了他，儿子还很年轻，希望不要追究儿子的责任。毕竟是自己的儿子，没想到他会做出这种事，可能说话刺激了他一下，所以在判刑方面，我希望不要给他判，毕竟他还年轻嘛，后面的路让他好好去承担，让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，毕竟是自己妈妈，你说是吧？事发半个小时之后，凶手也就是这个儿子汪晶被警察给逮捕了。经过审问，汪晶说事件的起因呢是他在日本留学，然后呢向母亲要学费，但是母亲说家里实在没有钱了，以后呢也不再给他钱了。这次呢从日本回来就是为了向母亲催讨学费，两个人在这个机场里发生了争吵。汪晶呢一气之下就捅了母亲9刀。说到就是说，不可能给你钱，要钱的话，就只有一条命，就这种话说出来，然后就我脑子一下子空白，然后说上头就用刀看了他。不给学费就要母亲的命，而且呢一连捅了9刀呀。那么作为儿子为什么那么的冷血？作为一个留学生，也算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了，为什么要那么做呢？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呢？汪晶1987年出生在上海，事发时24岁。据亲戚说，汪晶小时候呢属于那种听话的孩子，学习成绩也不错。在家里，父亲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，而且嗜酒成性，经常在家里发酒疯。母亲顾女士呢性格懦弱，汪晶的童年几乎在父亲的施暴的阴影之下度过的。母亲非常疼爱这个儿子，她一直觉得亏欠儿子，没有给儿子一个很好的家庭体验，所以在物质上，母亲就最大限度的去满足儿子，甚至可以说是极度的宠爱儿子。汪晶的父母呢，一直都是望子成龙，于是中考的时候就给汪晶填报了2所重点高中，但是汪晶初中的成绩并不好，最终呢没能考上高中。汪晶的父母觉得很没有面子。2007年19岁的汪晶中专毕业之后呢，就被送到了日本留学，因为他的家人觉得汪晶的姑妈在日本可以照顾汪晶，而且呢和姑妈一起住还能省掉住宿的费用。汪晶到了日本之后呢，刚开始在姑妈那里生活，由于语言不通，需要先在语言大学学习日语，然后再考取日本大学。姑妈之前患有抑郁症已经10年了，再加上更年期，脾气不好，对汪晶管的也是特别的严格，晚上9点前必须睡觉，每天上网时间不能超过1个小时等等。寄人篱下的汪晶当时只有20岁那么年轻，肯定不喜欢这样的约束呀。于是几个月之后，他就搬出了姑妈家，在外面租房子自己住。之后呢，再也没有联系过姑妈，没有任何生活来源的他，只能依靠家里给他寄钱。后来汪晶考上了日本大学后，自己也曾经打过工赚钱。他做过居酒屋的领班，当过商店的店员，也当过公司的职员。但毕竟呢，他还在上大学，只能是空闲的时间去打工。所以打工赚来的钱不能满足日常的开销，主要的经济来源还是靠家里给钱。而且呢，在日本受到了一些影响，花钱开始大手大脚的，向家里要的钱也越来越多。
对于家里的情况他并不关心也不在乎，只知道不停地向家里要钱。但是他不知道的是家里的情况可以说已经十分的糟糕了，他的父母甚至连房子都没有。汪晶的家庭在上海是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，母亲顾母在上海的一家外贸公司上班。2007年，他们的家的老房子需要拆迁，拆迁补偿了50多万，在当时呢，这笔钱也不是什么小数目，而这笔钱呢，基本上都用在了儿子汪晶的身上。2009年，日本国际教育协会做出了一个留学生生活的调查，一个到日本留学的留学生1年的学费和生活费最少需要1万多人民币，而读私立大学的这个每年需要8、9万人民币，而汪晶读的这个日本大学就是私立大学，再加上之前2年的语言大学，整个大学读下来他需要1300万日元，换算成人民币大概需要90多万。之前也说过了，拆迁款只有50多万根本是不够的，而且呢90多万是正常的开销，而这个汪晶呢在日本花钱大手大脚，每年开销大概需要30到40万。汪晶在日本留学期间呢，家中发生了大的变故，顾女士因为不能再忍受丈夫的暴力，提出了离婚。离婚之后呢，丈夫将剩余的拆迁款大约是10万元给带走了，然后呢，她去了美国打黑工，想在那里挣大钱。但现实是，丈夫在美国打工只够自己日常的开销，更不用说赚大钱供儿子留学了。后来呢，父亲将手上的10万元拆迁款全部转给了儿子，并且对儿子说：“你以后要再要钱你就向你妈妈要，我已经没钱了。”然后到09年的那时候，他一下子说钱没有了，不给了，他就跟我说了：“爸爸没钱给我，这学费问题你别担心，妈妈会给你的。”从这之后呢，所有的压力就都落到了顾女士的身上。顾女士每个月工资只有7000元，为了儿子呢，顾女士只能尽量的减少自己的支出，平时基本上她都不吃肉的，上下班也尽量步行。为了省钱呢，她也不再租房子了，而是搬到了老母亲只有20多平方的这个房子里面，吃住都和老母亲在一起，尽量的省钱。她也向老母亲借钱，刚开始呢借100、200，后来借50、10块。为了凑钱给儿子，顾女士向亲戚朋友都借过钱了，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呢，甚至她去借了高利贷。她认为只要儿子能够完成学业就行。为了不让儿子学习分心，她一直都没有告诉儿子家里的情况。每次儿子打电话要钱，顾女士都是尽量的满足，这导致儿子汪晶呢一直认为他的母亲是有钱的。2008年开始，在日本留学的汪晶总是感觉身边的人都要整他。在超市当收银员的时候，他总是觉得周围的每个人对自己都有敌意，感觉每位顾客都要伤害他。他还怀疑自己的同事将自己的衣服给弄坏了。为了报复同事呢，他将同事的戒指扔在了地上给踩坏。于是同事报了警，汪晶还因为这件事被判了有期徒刑6个月，缓期执行。虽然是缓刑呢，不用坐牢但是学校也不再为他担保，所以呢，他就没法再去打工赚钱了。所有的开销都是由自己家里的母亲来支付。也就是从那时起，汪晶的症状呢也越来越严重，经常出现幻听，他总觉得有人在他耳边跟他说话。汪晶呢总是担心有人要整他，于是呢他就搬到了高档公寓因为这里的安保更好，这让他更加的有安全感。当然了，这里的租金也是更高的了。在案发前1个月，汪晶的房屋租金高达每个月12000元人民币。日本有人整我，谁整你？谁整我不知道吗？在学校，在吃饭，在那个就是说上班，都有人整我。怎么整你呢？怎么整我？就是说。就明的整我很多，就是撞我一下，比如说吵起来了，这样，或者是我睡觉，他们睡觉的时候，爱人们在不让我睡觉，我上厕所不让我上厕所，一直在那边敲东西，在说我。他有幻觉，又有妄想，所以他所讲到的那些问题，讲到的那些事实，其实都是空的。汪晶也去医院检查过，结果经过检查一切正常。最后呢，医生给他的建议是可能是精神有问题。
但是汪晶认为医生在侮辱他，并且呢和医生争吵。他自己认为自己精神没有问题，他的家人呢也知道汪晶的精神上可能有点问题，但是觉得不太严重，也没有太在意，觉得毕业回国之后呢有家人的陪伴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2019年之前，家里呢还能支付儿子需要的钱，但后来母亲借了高利贷之后呀，就已经欠下了10几万，实在是没有办法了。2010年4月，汪晶打电话给母亲要钱，这次呢他要10万。母亲实在没钱，就在电话里将家里的实际情况给儿子汪晶说了。但汪晶呢当时像疯了魔一样，根本就不相信，还买机票回上海当面向母亲要钱。当时汪晶表现得非常的激动啊，不听任何的解释，只嚷着要钱。他向母亲说，不给钱我就要命。母亲吓得在一旁哭泣，惊慌失措的外婆到外面大喊救命。激动的不得，任何人都跟他说没用。当时要警察来的时候跟他说，他也是很激动的，也是口口声声要杀人。我今天拿不到钱，可能要杀人了，怎么样的。你母亲你看看，我叫他自己看看，你母亲那个瘦的什么样子。经过邻居们和亲戚们的劝说之后，汪晶终于冷静了下来。最终呢，母亲顾女士又向亲戚借了3万元交给儿子，并且给儿子说这是最后一笔钱了。他认为儿子知道家里的情况之后呢，就会理解自己。但是汪晶拿到钱回到日本，依然是花钱大手大脚，很快钱就被花光了。他从来不知道心疼自己的母亲，也不会去考虑母亲生活的有多么的艰难。2011年3月，新学期马上就要开始了。汪晶呢再次向母亲打电话要钱，这次他要5万元。走投无路的顾女士劝儿子，实在不行咱们就回国吧。汪晶呢还有1年就毕业了，他非常的愤怒，他觉得母亲在骗他，前几年你都供养我了啊，最后1年说没钱了，怎么可能呢？那么多年供养我下来了，说一下子供养不出了，就觉得好像不太可能的事情。2011年3月11日，汪晶给母亲打了最后一个电话，母亲依然是没钱。他用自己最后用来交房租的钱买了回上海的机票，要再次当面去要钱。回来的飞机上，他还是感觉有人要整他，他非常的愤怒。3月31号晚上8点多，飞机在上海浦东机场降落了。汪晶看到了前来接机的母亲顾女士，顾女士看到儿子之后呢，非常的高兴，但是儿子问她钱准备好了没有，但顾女士这次非常的坚决的说没有钱了，只有一条命。此刻呢，已经失去人性的汪晶拿出藏在行李里的刀，连捅了母亲9刀。汪晶被捕后啊，经过调查，汪晶的亲戚也说啊，这孩子精神可能有问题，要求有关部门对汪晶进行精神鉴定。鉴定结果显示，汪晶有幻听和被迫害妄想症，属于精神分裂症，但同时呢，也具有限定的刑事能力责任，并且有受审的能力。很多人认为，只要鉴定是精神病，那就不用承担刑事责任。但实际上呢，这个法庭规定，精神病患者只有在完全丧失辨认、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情况下，才不用负刑事责任的。汪晶在捅母亲的时候呢，并没有受到幻听或者是妄想症的影响，存在主观故意，依法应当追究汪晶的刑事责任，但是可以从轻减轻处罚。2011年10月19日，本案在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第一法庭开庭。法庭上，母亲顾女士在事发后第一次见到了儿子，而此时儿子已经站在了被告席上，而自己却成为了原告。可怜天下父母心啊！在审理当中呢，母亲多次向法院求情，她说自己已经原谅儿子了，儿子是因为精神病才那样做的，希望判儿子无罪。明年应该毕业了，所以我也不想看到这个剧，我真的求求爸爸，如果你们一定做我觉得，我希望爸爸你们真的做。而母亲的痛苦求情的时候呢，这个儿子汪晶全程面无表情。2011年11月31日，上海浦东新区法院对汪晶故意伤害罪作出了一审判决，被告人汪晶犯故意伤害罪，被判处了有期徒刑3年零6个月。被告人不服，提起上诉。2012年3月12日，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有人说这个汪晶走到这一步呢，他的父亲有很大的责任。
在汪晶小的时候，父亲的暴力对孩子的影响是巨大的，而作为母亲的顾女士对于儿子的过度溺爱，结果呢就使得儿子认为母亲的所有付出都是理所应当的。有一天这母亲不再付出了，或者说没有付出的能力的时候，儿子就认为母亲是个坏人，这就是溺爱的结果。而父母发现儿子精神有问题后，如果第一时间给儿子进行心理治疗，可能就不会发生后面的悲剧了。这个案件也提醒我们孩子的心理健康比孩子的分数成绩更重要。好了，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了，感谢您的收看，别忘了点赞，下期再见。